各位好，我是兴趣闪的摄影师严总。那你的第一台相机是什么呢？欢迎留言跟我分享，因为我的第一台相机呢算是 APS-C 的单反相机。然后呢，会提到第一台相机的原因，是因为今天来介绍的相机呢是一个所谓的全幅入门机。大家看标题就应该知道我在说哪一台了吧？那说实话呢，我大概每周可能都会收到讯息，要问我说他们该买哪一台相机，不管是新手入门，又或是他想买一台随身机之类的，我非常常收到这些私讯。那如果你们想要更快问我问题的话呢，欢迎加我的赖社群，上面呢除了我以外呢，还有一些管理员，又或是网友们都会一起在上面做回复哦。连结呢就在资讯栏的第一排，欢迎加入哦。那如果你今天想要购买相机的话呢，其实你上网查一查，可能就会发现说，有所谓的 APS-C 相机，还有所谓的全幅相机，甚至还有所谓的中片幅相机。那到底要怎么去做选择？那说真的，这三个类别呢，现在来讲的话，APS-C 的价格跟全幅的价格呢，其实不会到相差非常的远。所以如果你研究比较深的话，就会知道说全片幅通常一定比较好，因为感光比较大。所以以我个人的建议来讲的话，我一定是会建议你们上全幅的。原因呢其实蛮简单的，就是因为现在全片幅呢其实也没有像以前一样那么的重，然后再就是说现在全片幅的价格表现呢也算还蛮优异的。所以今天来介绍一台相机呢，也就是我目前觉得 CP 值最高的全幅相机，也就是尼康最新所推出的 Z52代。那 Z52代为什么会是一台 CP 值之王？而且我的使用体验呢是非常非常满意的哦。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。
那看完以上的实拍还有影片的话，如果你觉得我的拍摄的作品还蛮对你胃口，你觉得我拍的还不错的话呢，欢迎帮我影片点个喜欢，这对我来说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。当然也欢迎帮我点个订阅哦。那关于 Z52代，我们直接来聊一下它的外观哦。首先，它的外观的设计语言呢，算是 Z8、Z9 还有 Z63的那个感觉，所以整体感觉呢，我觉得算是还蛮锐利好看的。Z52呢虽然是一个入门相机，但它的握把呢相当的厚，这很像之前我这张单反相机的那个厚度，就是我们可以很轻松的这样子去做拿取。这么的厚，你也不用怕它会掉，所以我觉得它的握感呢是相当舒适的哦。然后在按键的部分呢，非常尼控的设计风味，就是有非常多颗的按键，你使用久了之后呢，你就可以用你的肌肉记忆来快速调整非常多的参数哦。那 Z52代我个人觉得比较可惜的是它的背面，它背面这里呢少了一个转盘，所以我没办法快速在这边调整 ISO 之类的动作，这是我觉得操控上面呢比较可惜的一点。然后让我比较惊喜的地方呢，就是说它记忆卡，它记忆卡槽呢，里面可以放2张卡，就2张 SD 卡。所以你可以做到同时写入备份的动作。拍照的话呢，可以同步写入，但唯一的问题呢，就是它录影的话呢，只能录一张 SD 卡，录影没办法同步写入呢，让我觉得也是一个小阉割点。有一点小可惜，但是身为入门机的话，我觉得给双卡槽呢，已经比单卡槽还要有诚意蛮多了。然后它的萤幕呢是横向的翻转萤幕，所以你可以低角度的构图也可以拿来自拍用。而且我觉得 Z52很棒，就是说它的萤幕亮度呢，我觉得相当足够，尤其是观景窗。观景窗的亮度非常的高，这比同级相机呢都还要高上非常的多，所以它的观景窗呢可以说是一个旗舰级的观景窗。那我们接下来聊一下 Z52代的感光元件，它使用的话呢是2400万画素的背照式感光元件。那说真的，这感光元件呢在非常多相机都有做使用，像是 Z6、Z62，还有 ZF。然后在其他品牌的话呢，也是有蛮多相机使用这一片，也就是传说中的 IMX410哦。那说真的，这片感光元件虽然是非常多相机使用过，但为什么会这么多相机使用？就是因为这边感光元件还真的蛮强的。因为2400万画素，其实在多数时候呢都相当够用，尤其是工作上来讲的话。那有些拍风景可能会追求高画素，那如果你今天是工作用，或者是街拍，或者是拍人像的话，其实2400万画素真的是已经非常足够了。这边感光有个重点，就是说它的 ISO 表现呢相当好。你现在呢到专业网站 DxO 上面去做观看的话，也会发现说，全幅相机到现在第2名的 ISO 表现还是 Sony 的 A73。那 A73 的话呢，使用的就是这片 IMX410哦。然后如果你切到尼控的话 ，ISO 表现最好的话呢，就是 Z62还有 Z6，那也是一样，跟这台都是同一片感光哦。所以说它的高 ISO 表现呢非常的优异。像前阵子呢，高雄天气非常好，其实每天天气都很好，非常好，然后空气品质都超好的情况下呢，我稍微偏离市区一点点的情况下，我就用 Z52配上35.4。这是我第一次手持拍银河，而且拍起来的效果我觉得还挺不错的。那像是我拍出这张银河，其实重点就是说它的低光表现很优异。那除了它的 ISO 表现好以外，还有个最大的重点就是说它的防手震大升级。这台 Z52代是一台全片幅入门机种，但它的机身防手震呢，竟然可以达到7.5级的防手震。各位，7.5级非常的夸张7.5级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2的7.5次方，2的7.5次方呢，算起来大概是181，所以你可以比安全快门再慢181倍，就乘以181的意思，是不是真的很夸张？真的很夸张。这是我的使用体验呢，可以说是相当好。我在街头拍摄的时候呢，我可以直接把快门放得很慢，直接手持就拍出这个车轨的感觉哦。而且防手震优异呢，还有一点就是说录影下来呢更为的稳定。那我这边呢来跟 A74做一下比较，虽然我拿出的呢是 A74比较旧型的机种，但是论整个机身设计的话呢，它目前的对手呢确实算是 Sony 的 A74哦。我们可以非常明显看到，在只开启机身防震的时候呢，它的防震效果比 A74还要好上非常的多。而且说实话，我之前用 R5 的经验呢还蛮多的，所以我自己的体感呢是觉得说它的录影防震演算法好像跟 R5 差不多，甚至还比 R5 好一点点哦。这是我个人使用的体验啊，就是拿 Z52在运镜的时候呢，整体的表现真的是很稳定。所以它虽然说它机内有所谓的电子裁切，但是我个人呢不建议打开，因为它的裁切幅度呢非常的大。你直接使用它机身防震的效果呢，我觉得已经非常接近就是 A74配上机器防手震所达到的效果。所以 Z52的防手震不管是拍照还是录影的表现是实打实的给力，
非常的优秀。那关于对焦表现 ，Z52 呢表现也相当的优异。它完全是一个旗舰级的对焦系统，它拥有 AI 对焦，它的 AI 对焦呢是可以全自动辨识。全自动辨识的意思就是说呢，画面这种车子它就会去对车子，画面这种鸟它就会去对鸟，画面这种人它就会去对人。你不用在机内去切说，我现在要人眼对焦，我现在要鸟眼对焦什么的，它一切呢都是全自动辨识哦。那这次使用下来让我很惊艳，就是它人眼对焦，它人眼对焦呢是非常的精确，而且会直接亮出左眼跟右眼，所以你可以直接透过它的拨感去拨，现在你要对左眼还是对右眼哦。这点呢，我觉得相当的方便。然后在对焦方面呢 ，Z52 还有傲视群雄的负10 EV 对焦，就是在非常暗的地方，还是一样可以准焦。那说到对焦系统呢，还有很重要的就是连拍，我们要透过连拍来测一下它对焦表现到底怎么样。那一样呢，我们也是对比 A74 哦。那我们可以看到说，在弱档拍摄情况下呢 ，Z52 最快呢是11张，我说弱档的部分。然后 A74 的话，弱档最快是10张。我们确实可以看得出来 ，Z52 代连拍速度呢是更为的快速。而且我们在放慢看的时候呢，仔细看那个准度，确实 Z52 的准度呢是更高的哦。两台这个时候呢都是开启机械快门哦。然后 Z52 代还有个很厉害，就是它连拍的最高速度呢，使用 JPG 的话可以拍15张或者30张。那这个时候呢是使用电子快门，但我们还是来看一下它的准度。我们可以看到说30连拍的照片基本上播放起来就跟影片完全一模一样，非常顺畅。然后我们放非常慢去看的时候呢，也可以看到说。它的对焦的准度呢是相当的准，所以尼控呢这次真的是把他们顶级的对焦系统也放到 Z52 上面了。虽然说人物转头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点点，它会疑惑一下不知道对哪里，但是人物一转回来呢，它那个人眼对焦呢还是相当的顺畅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录影的对焦表现，录影对焦呢除了快速以外，更重要的是聪明度。那我们实测起来呢会发现说 ，Sony 的录影自动对焦呢确实还是比较成熟一点，就当人物不见再出来的时候呢，确实Sony呢都会更快的抓回那个人眼对焦哦。那我们接下来聊一个我觉得尼控机身让我还蛮惊艳的地方，也就是所谓的成像配方，你也可以把它说成是一个直出滤镜。因为尼控呢，他们直接跟非常多的尼控大师去做合作，所以你们可以直接到官网去下载这些大师所调的颜色，然后直接载入你的机身哦，你就可以使用这些色调。看这个色调我就蛮喜欢的，亮部橘橘的，暗部有一点偏蓝偏绿的，非常的有电影味。然后像另外这个色调呢，我也觉得不错，就是它有一个现代冷冽的感觉哦。然后这次呢，我也特别写了一个 Enzo 的自制滤镜给各位。那我的滤镜名称呢叫做400 Film。那我叫400 Film 的原因是因为我写了一个有一点复古的滤镜，有点像我们当初在使用400度底片的那种感觉。这是一种感觉，我没有说它特别像哪一个底片。我没有说哦，各位，就是我很怕引起纷争，但就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复古感啊。所以如果你们觉得这个色调还不错的话，也欢迎到我下方的链接去做下载，我有特别送上给各位哦。前阵我去台北的 Z52 体验会的时候呢，我有把这个滤镜呢载入每一台 Z52，然后有分享给很多创作者来做使用。那他们的观感呢也觉得我调的色调还不错，所以大家记得赶紧下载，因为我想要限时开放，因为这毕竟是一个我在电脑呢也调了很久才输出的一种风格啦。而且 Z52 在上面呢直接有一个直出滤镜的按钮，就是它的位置呢我觉得还不错，它在食指往后一点点就可以按到那一个，所以你在拍摄当下呢就可以马上改你现在所需要的滤镜哦。最后我们来聊一下 Z52 代的录影规格哦。录影画面前面大家都看过，我也讲一些防抖震的部分。那我们这边呢主要来讲规格的部分。首先它的 4K 30P 呢是超采，所以画质表现很好。但比较可惜的是它的 4K 60P 需要裁切，就 APS-C 裁切，所以就跟 H.C2、H.4 这种机种呢都是一样的，就是让我觉得有一点小小的可惜。但毕竟它的价位是在5万出头。5万出头这样的录影规格呢，算是还蛮给力的。它有 N-Log， 然后10:4:2，然后可以录264，也可以录265。然后这里要强调一件事情哦，就是说，如果你开启 N-Log 的话，Z52 呢其实是有所谓的双原生 ISO， 那是在800跟6400，所以你们记得不要用太多中间的 ISO 值。那提到 N-Log， 我们就必须提到说它的色彩。N-Log 这色彩呢，有些人会觉得说它可能还原的时候呢有一点怪怪的，但大家知道一件事情吧，就是 Red 已经被尼康给买走了，所以 Red 现在也有推出 N-Log 专用的 LUT 哦。那我直接套用起来会觉得说相当的好看，就 Red 给尼康的这个版本啊，所以你们记得可以去尼康的官网下载这个 Red 的 LUT， 套起来呢真的还蛮有电影机的感觉。最后的最后要提一个最大的重点，就是说 Z52 的人像直出呢超级好看。尼康现在在机身内呢有一个人像印象平衡，我们可以直接去调整肤色。那我这边会建议说，以东方人来讲的话，稍微偏粉一点点，稍微偏亮一点点。你每一张直出照片都相当的好看，你们可以跟 Sony 去做对比。Sony 这个时候呢，我也开启所谓的人像的风格，但可以明显看到说 Z52 的人像的
的肤色呢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粉嫩。我们以往粉嫩呢，可能都想到的是 Canon， 但现在尼康的肤色呢，竟然可以粉嫩成这个样子，让我有一点意外。因为在我当初玩摄影的那个年代，所有人都觉得说，尼康就是拍风景 ，Canon 就是拍人像。但我使用 Z52，竟然觉得说 Z52是我目前拍摄过最粉的人像各位。然后我也确实有认识一些人像摄影师也转用尼康，因为他们的目标呢就是要这个人像印象平衡，确实肤色表现很好，而且每一个女生都很喜欢。最后呢，我们来总结一下。Z52呢，确实是一台非常非常优秀的全幅入门机，而且它的价格表现相当优异，5万出头，基本上该有的规格什么都有，最强对焦系统，非常强悍的防手震，录影规格呢也算是给好给满，然后它的机身握持感呢也相当优秀。这台相机唯二的缺点就是说它的背面呢少了一个波轮，就是那个转轮，然后再来就是说它的双 SD 卡槽没有办法做双卡的同时录影。这点就是我个人觉得唯一能提到的缺点，其他地方呢，我觉得都非常的好。它还是一个 CP 值极高的入门全幅无反相机哦。以上呢就是关于 Z52的详细评测报告。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呢，欢迎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打开小铃铛。我是兴趣展摄影今天走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